逆天行，收降头。马爷、夏爷，等等我！没有大人在身后撑腰，不知道大雷音宗愿不愿意放我这个魔教主回去？置身如敌营的感觉真不妙。月色下，秦牧与佛心交手正酣。秦牧以如来大成经对战，佛心却动用大御天魔经，两人身上佛光与魔光交织。佛心被秦牧重创，踉跄后退。突然一道剑光破空而来，直取秦牧后心。然而秦牧与佛心身形交错，剑光避开了他，竟直直洞穿了佛心的眉心。秦牧瞪大眼睛，他想阻挡，已来不及。太子随从远在里许之外，月色朦胧，只看得到两道光芒，便一剑飞来，认错了人。界碑旁，龙麒麟正盯着四不像，两头异兽还来不及动手，战斗已经结束。四不像见佛心被杀，心神大乱。秦牧当机立断跳上龙麒麟，转身就跑。太子随从冲到界碑下，正要割下魔头脑袋，却发现是个光头，不由怔住了。秦牧回头微微一笑，月光下那笑容让几名随从如坠冰窟。骑龙跑掉的是天魔教主，那死在界碑下的还能是谁？几名随从手足无措，一人慌了神，想去堵佛心眉心的剑洞，却发现堵不住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带着哭腔说：怎么办？告发谁都难逃一死。有人提议毁尸灭迹，嫁祸天魔教主，反正他头上的屎盆子够多，不差这一个。可四不像亲眼目睹了一切，几人决定杀戮灭口。不料四不像现出真身，鹿角飞出刺穿两人，蹄子踩碎一人，将几名随从全数反杀，转身奔回大雷音寺报信。天亮后，几位老僧随四不像来到界碑前，长眉老僧检查伤口，确认是太子随从的剑法，但他说如来正在与太子商议天下大计，要改朝换代，纠偏变法，这是万世大计，不能因佛子之死而破坏。另一位罗汉说佛子已舍了臭皮囊，不必为这事坏了大事。长眉僧决定亲自承担谎言，你们不说，我来说，说完我便还俗离死。众僧核实，师兄大义。老如来送延康太子下山，长眉僧上前禀报，说天魔教主杀了佛子，太子随从也遭毒手。延康太子大怒，这魔头连佛子也杀，断不能放。老如来看了看几位罗汉，又看了看长眉，面色平静。长眉，你在罗汉院多久了？209年。你去处理天魔教主一事，我许你还俗了。长眉心头大震，如来看穿了他的谎言，却给他留了体面，让他自己下山。长眉僧下山，延康太子楼船相邀。长眉，来姑这里坐坐。长眉落座，说已经忘了俗家姓什么。太子说，叫他苏长眉便是。太子道，天魔教主诡计多端，孙难陀被他暗算，各路高手围追堵截都杀不了他，青山道人也死了，你独自去追，只会被害，不如随姑回京，从长计议。苏长眉点头，佛子之仇不能不报。太子笑道，姑要做的不仅是秦牧的项上人头，更是将整个天魔教连根拔起。你虽不是大雷音寺的罗汉了，姑登基后许你开宗立派，成佛做祖。昆仑玉虚山道门，道童慌张来报，道主如来来访。老道主问，几个人？1个。道主松了口气，不是来打架的，连忙亲自去迎。宾主落座，屏退左右。老如来开门见山，我见过延康太子了。道主说，太子不如陛下，不是治世明君。老如来道，陛下太能治国，才有了这场天灾。道兄，你们有关于开皇节的记载吧？道主沉吟说，佛门叫哀皇空寂，道门叫开皇节。当年盛极一时的神国覆灭，无数生灵灰飞烟灭。道主慢吞吞道，小国寡民，决胜气质，这是我道门从开皇节中得到的教训。国家小，人少，不要相信什么才智圣人，每个人都活得开心，无忧无虑，从前就很好，大家听宗派调遣。老如来说，必须换一任皇帝，死皇帝一人，总好过死芸芸众生。道主瞥他一眼，太子许了你什么好处？老如来摇头，我没讨任何好处。道主笑道，我信你。起身道，我那口道剑很久不曾动用了，不知还不能斩得动真龙天子。老如来起身见礼，多谢道兄相助。
与此同时，明心和尚背着行囊下山，净明老和尚唤住他，带着佛经了吗？明心说，带了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净明点头，下山去吧，早日回头，苦海无边，回头便是须弥山。明心跪下磕了2个头，转身去了。身后大雷音寺钟声悠悠，阳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明心踏入延康国境，雪灾未散，云层低垂。鸡鸣见了他欢呼，有个白嫩嫩的和尚，不用洗就能吃。明心撒腿就跑，身后鸡鸣追赶。他饿了2、3天，被追杀了10几次。带来的那本多心经填不饱肚子，到处是饿殍，野狗吃人尸体吃成了妖魔，成群结队捕食活人。明心跪地悲怆大叫，如来，你在大雷音寺看不到这人世间吗？老主持说，口粮不够了，给碗吃的，让他走吧。他跳起来疯狂捶打佛像，将佛像推倒砸碎。其他僧人怒骂，你这和尚疯了，入魔了，将他按在地上殴打。他不还手，很快血肉模糊。官兵赶到，砍了吃人的和尚。将军见他被打得不成人形，说，死不了，问他为何不还手。明心木然道，我浑身都是破绽。将军笑道，浑身破绽好啊，谁没几个破绽？知道自己有破绽的才是高手。跟我走吧，去护苗。刘明连草皮都啃，刚种的粮食不能让他们啃光，烧了这寺庙。明心忽然向火中奔去。我的经书。将军扯住他，什么经书？多厚？只有2页，这么薄，讨火都不够。将军竖起一根指头，眼中带着悲悯。只要有一季收成，天下百姓不再饿肚子，这人间就不是地狱。所以护苗至关重要。等到天下太平了，你读佛经，我送你1箩筐。明心诚然天下太平才能读经，那佛经如何救苦救难？天下大乱时无用，太平了再读还有何用？秦教主没说错，写佛经的果然不是如来。他不依芒鞋，自依血迹斑斑，跟着官兵离去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我的如来，我来写我的佛经。